你好呀，這裡是某某的投資筆記。特斯拉剛交出創紀錄的第二季度交付量，汽車交付增長 25%， 總營收增長 26%。可財報出來後的第一個交易日，股價卻直接暴跌 14.5%。原因不是車賣不動，而是車賣的更多，經營利潤反而下降了 57%， 經營利潤率只剩 1.4%。市場現在爭論的已經不是特斯拉還能不能增長，而是為了無人出租車、FSD 和人形機器人砸下去的錢，最後能不能撐起超過 1.1萬億美元的市值。我研究之後先把結論說給你聽，评级是觀望。特斯拉的长期想象空間依然很大，但 313.03 美元这个位置已經提前買入了太多未來成功的預期，現在不適合因為股價大跌就急着抄底，真正需要等的是更好的安全邊際，或者更明確的趨勢和基本面確認。特斯拉這一季度交付了48萬輛車，同比增長 25%， 總營收達到282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26%。兩個數字單獨看都很漂亮，問題是增長並沒有順利變成利潤。我梳理了4個最關鍵的數字，第一是汽車收入大約205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23%， 說明交付恢復確實帶動了主營業務。第二是汽車毛利率是 16.9%， 如果把經管積分拿掉，大約只有 16.3%， 距離特斯拉過去高利潤率的狀態還有明顯差距。第三是公司整體經營利潤率只有 1.4%， 經營利潤只剩 3.98 億美元，同比下降 57%。第四個數字是自由現金流為負 10.9 億美元，因為單季資本開支已經達到 57.9 億美元。把這4個數字放在一起，結論就很清楚，銷量恢復是真的，利潤壓力也是真的。截至上一交易日，特斯拉股價是 313.03 美元，當天下跌 2.08%。財報公布後的第一個交易日，股價從 374.01 美元附近直接跌到 319.69 美元，單日跌幅大約 14.5%， 成交量也明顯放大。過去52周，這隻股票最高到過 498.83 美元，最低是 297.82 美元。當前價格距離高點已經回落大約 37%， 距離52周低點只剩 5% 左右。技術指標確實進入了明顯超賣區 ，RSI 是 27.99，KDJ 也處在很低的位置，股價跌破了布林帶下軌 331.75 美元，所以短線隨時可能出現一波反彈。但反彈條件出現不等於趨勢已經見底 ，EMA 12仍然低於 EMA 26，MACD 是負 16.10， 而且還在信號線下方。中短期空頭結構沒有扭轉，現在的技術面更像是跌得太快喘口氣，而不是已經給出了可以放心抄底的信號。接下來聊聊估值。按公司匯總的賣方預測，2026年非通用會計準則每股盈利大約是 2.08 美元。用 313.03 美元去除，預期市盈率接近150倍。我把估值拆成4部分：現有汽車、能源和服務業務、無人出租車和 FSD 的風險調整價值、人形機器人的長期期權，再加上現金和其他資產，算下來，風險調整後的綜合合理價值大約在310到325美元，和當前價格非常接近。市場上的分析師目標價分歧極大，一致目標價大約414美元，部分目標價還在400到485美元。但這些價格都隱含了更高的自動駕駛和機器人成功率。當前定價不是便宜，而是用合理價格購買一組成功以後回報很高，失敗以後下行也很大的期權。基本面這塊先說亮點，再說問題。亮點是需求端確實改善了。汽車收入增長 23%， 車輛交付增長 25%， 能源業務收入增長 13%， 服務和其他收入更是增長 50%。 這說明特斯拉已經不再只靠賣車，能源、充電、維修和軟件相關服務正在提供新的收入來源，資產負債表也足夠穩，現金和投資合計大約 435.2 億美元，暫時有能力承擔這一輪高強度投入。問題是利潤率，汽車毛利率只有 16.9%， 公司整體經營利潤率只剩 1.4%， 每賣出100美元產品和服務，最後只留下大約 1.4 美元經營利潤。ROE 也需要放回真實盈利能力裡看，
按淨利率大約4%到5%，資產週轉率約0.8到0.9倍，權益乘數約1.7到1.9倍，核心 ROE 大約只有7%到9%。這份回報不是靠高槓桿撐出來的，但也遠遠不足以單獨解釋現在的估值。管理層預計2026年資本開支會超過250億美元，而且未來2到3年還會繼續增長。接下來真正重要的不是交付量能不能再創新高，而是汽車毛利率能不能修復，以及這些資本開支什麼時候能變成看得見的高毛利收入。我基於公開信息梳理了3種未來12個月的情景。多頭情景給25%的概率，價格區間是430到520美元。它需要無人出租車擴張速度明顯加快， FSD 訂閱和軟件收入持續增長，汽車毛利率重新接近20%。同時，人形機器人的量產節點按計劃兌現。如果這些條件同時發生，市場會繼續把特斯拉當作實體 AI 平台，而不是普通汽車公司。基礎情景給50%的概率，價格區間是280到350美元。這裡假設交付量保持溫和增長，汽車利潤率緩慢修復，高資本開支繼續2到3年 ，AI 業務有進展，但還沒有形成足夠大的規模利潤。這是目前證據最支持的一條路徑。空頭情景給25%的概率，價格區間是170到220美元。觸發條件包括汽車降價繼續壓縮利潤，自由現金流長期為負，無人出租車或者人形機器人進度延遲，最後引發高估值的系統性重新定價。把3個情景的終點按概率加權，結果大約是318美元，幾乎就在當前價格附近。也就是說 313.03 美元不是明顯高估，也不是明顯低估，它更像一個賠率接近中性的價格。最後說说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基礎目標價放在310到325美元，當前價格已經進入這個區間，所以沒有足夠大的空間支持追買。現在還沒有持倉的話，主要觀察和買入區間放在260到285美元。這個位置不代表特斯拉一定會跌倒，而是只有回到這裡，高資本開支、利潤率下滑和新業務執行風險才有更合理的緩衝。另一條路徑是等待趨勢確認，如果股價重新站上350到365美元，同時 MCD 轉強，汽車毛利率也開始修復，可以用更高的價格換取更明確的信號。如果股價進一步回到210到235美元，而無人出租車 FSD 和汽車毛利率沒有同步惡化，這個區間的長期賠率會明顯改善。已經持倉的話，不需要因為短線超賣就機械加倉，重點跟蹤3件事：汽車毛利率能不能回升，超過250億美元的資本開支什麼時候開始貢獻現金流，以及無人出租車和 FSD 能不能變成可衡量的高毛利收入。風險控制放在190美元附近，如果跌破這個位置，同時自由現金流持續惡化，新業務擴張明顯延遲，那就不是普通回調，而是長期估值框架需要重做。總結一句話，特斯拉的未來可能很大，但當前價格已經為這個未來付了不低的定金，現價觀望，等260到285美元的安全邊際，或者等趨勢和利潤率真正轉強。如果你也在研究特斯拉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。咱們下期見。